我是古阿莫，今天要说一个吃你灵魂的故事。男主角从小在有钱爸妈的呵护下愉快的长大，结果忽然他爸妈就不晓得被谁放火烧死了，于是悲痛欲绝的男主角立志要复仇。此时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白茫男跳出来问男主角要不要帮他报仇，而且报仇成功前他都会当男主角的仆人，条件是报完仇后男主角要自愿把灵魂献给他吃。那男主角当然是马上答应，而且把恶魔契约刻印在眼睛上，而是一定要刻在脸上的器官才行吗？没错，这样他平常才能很中二的戴眼罩。接下来他们一人一魔就在爸妈留下来的房子里过着同居生活。白茫男每天会伺候男主角的饮食起居，让男主角可以当一个假残障。而这个国家的女王常常会派手下石像男来发布一些秘密任务，让男主角去执行。因为男主角家世代都是女王的走狗，专帮女王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那这样说起来怎么觉得你家会失火还真不意外。这天男主角带着白茫男来帮女王调查一起智障警察都破不了的杀人夺子宫连环夺命案，而男主角靠着白茫男的恶魔超能力，随便就找出了凶手，竟然是男主角的阿姨，以下简称她为阿姨女。那阿姨女会干这种事是因为她怀孕后出车祸，肚里的孩子跟老公都挂了，她子宫也被切除了，所以她生不了孩子，愤世嫉俗，决定要消灭其他女人的子宫。小姐，我看你理由可以再智障一点啊，你干脆说你便秘拉不出屎，也想消灭其他人类的肠子好了啦。而专门回收死者灵魂的死神吃饱男，因为吃饱撑着没事干，很闲，又觉得一直杀人夺子宫的阿姨女很帅，所以决定协助他行动，让警察抓不到他。而被发现身份的阿姨女不忍心杀侄子男主角灭口，所以吃饱男觉得他这样很不帅，就反过来杀死了阿姨女。果然是吃饱撑得太闲，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干嘛吗？接着死神小队的队长眼镜男跑来道歉，说他没有管理好死神，并表示自己会把吃饱男带回死神基地惩罚。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段是在干嘛？这一段就只是要让死神出场而已啊。接着男主角常常在执行秘密任务时都会遇到危险，但我们的恶魔白茫男一定会及时出现，解决所有危险，保护男主角，避免他死亡。因为男主角要是死了，灵魂就会被死神带走，那恶魔就吃不到灵魂了。接着男主角被派来一个小村庄调查一起狗神杀人事件，但他们发现村长都对他的女仆女很凶，所以马上怀疑其实是村长在装神弄鬼吓人而已。结果村长就被狗神杀了，原来真的有狗神哦。但没差，白茫男马上用恶魔超能力成功收服了狗神，但狗神究竟哪来的嘞？你等等就知道了，坏人会自己出来解释。接着男主角又被女王派去调查连环少女失踪案，发现失踪少女都不晓得被谁改造成人偶。白茫男也用恶魔超能力让变成人偶的少女恢复正常，然后男主角又跟白茫男破解了料理比赛中一堆人吃了奇怪料理后发疯乱杀人的恐怖事件。白茫男也用恶魔超能力让发疯的人恢复正常。现在是怎样在演侦探故事哦，还是漫威之恶魔崛起？这天男主角又被女王派来调查一个神秘宗教，结果他马上被这宗教的教主掐住，于是白茫男又跳出来救人。接着教主变身成刚刚狗神村村长的女仆女，她表示那这是天使啊，然后他抓着男主角瞬间移动传送到了死神的基地。天使能轻松去死神家是怎样？他开始解释来龙去脉，说狗神和少女变人偶和料理发疯杀人案都是我干的哟。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天使族打算净化肮脏的人类，你们家族特别脏，所以净化从你开始。原本想要直接杀了你，消灭肮脏，但都杀不死你耶。小姐，你们是怎么判断哪个人类比较脏的？介绍一下好吗？而且你看起来很强一开始就直接搞男主角就好了嘛。到底是在忙什么接着女仆女从死神基地偷走了死神才有的记忆修改器，她想说杀不死男主角，就干脆修改男主角过去的记忆，让他忘了想报仇的恶念，这样就能进化了。我懂了，天使跟死神一样，一定都吃饱太闲。你知道我们人类有几十亿吗？这样进化要搞多久？但男主角很坚强，他死都要报仇，所以凭着意志力对抗了记忆修改器，不被修改。此时白茫男跟一些死神当然赶过来要抓女仆女，接着一群人不是一群生物，又传回教堂开始大战，战没两下女仆女就打输自爆死了。之后男主角被女王找来谈判，女王表示她老公病死时她很难过，刚好有一个天使出现说可以让她的身体跟她老公的身体结合，她感觉像能永远跟老公在一起一样，而且还可以变年轻，所以女王就答应了。两人一体是能干嘛？既不能对话也不能交配接着石像男就跳出来说，对，我就是那个帮女王跟她老公身体合成的天使，而且是我派女王杀掉你父母的因为他们太脏了，我们天使要净化人类到底干嘛一直针对男主角他们家刚刚的阿姨女也蛮脏的怎么不去净化她嘞？解释完，当石像男打算杀男主角净化他时，白茫男当然赶来支援，所以石像男就跟女王撤退了。但晚上石像男弄死了女王，然后控制男主角家的狗神到马路上乱喷火，打算杀光人类。你不觉得你去控制军队放核弹杀比较快吗？最后当然就是男主角叫白茫男去杀死杀父母仇人的石像男，然后石像男就被打败自爆死了，变成一个天使石像，完成了男主角的复仇大计后，白茫男很开心，带着男主角到神秘的小角落准备吃他灵魂时，忽然一个恶魔莫名其妙男不晓得是怎样的跳出来偷走男主角的灵魂跑了，害男主角变成植物人。此时另一边在一个乡下小村庄，小屁孩男跟他弟弟就是弟弟男在这相依为命，而他们总是被村民欺负，所以小屁孩男立志要杀光村民。天使族的看到没？要进化就先进化这种偏激的屁孩于是弟弟男为了完成哥哥的心愿，他跑来跟恶魔感动女签恶魔契约，他要感动女帮他
杀光村民，恶魔真的是满街都是感觉恶魔很廉价哦。感动女一看很感动，没想到这两兄弟之间的感情那么伟大，所以就帮忙杀光村民，然后吃了弟弟男的灵魂。所以这是一个一堆生物无病呻吟的故事是吗？是没见过兄弟情哦，到底感动什么啦？之后流浪的小屁孩男被富贵男抓来玩弄，造成他的心灵更扭曲了。那恶魔最喜欢扭曲的灵魂了，于是刚刚偷走男主角灵魂的莫名其妙男跳出来，故意说弟弟男是被白茫男杀的，问小屁孩男要不要请他帮弟弟男报仇。于是他们两个家伙就签订恶魔契约，莫名其妙男就当起了小屁孩男的仆人，还帮忙弄死了富贵男，让小屁孩男假装是他儿子，继承了富贵男的财产。接着感动女也跑来当小屁孩男的佣人，因为他想找机会吃了小屁孩男的灵魂，让他体内的弟弟男灵魂能跟心爱的哥哥重逢。恶魔是不是只想着如何吃好吃的灵魂啊？是猪吗？比起来的话，天使族的进化人类目标还比较远大嘞。这时白茫男混进来小屁孩男家，抢回了被莫名其妙男偷走的男主角灵魂，总算让男主角醒了过来。都过了很久了男主角尸体还没腐烂哦，但重新获得灵魂的男主角却失去了记忆，他忘记自己已经完成了复仇，所以没办法自愿把灵魂献给白茫男。白茫男真的很无言，他感觉一直被搞，于是他只好骗男主角说小屁孩男就是你的杀父母仇人，他打算让男主角再复仇一次，这样完成复仇，他再吃男主角扭曲的灵魂才好吃。你们要吃个灵魂真的好辛苦哦。而小屁孩男因为前面被莫名其妙男骗，所以也以为白茫男是他的杀弟凶手，于是他约男主角过来谈判，然后派莫名其妙男去杀白茫男。而男主角也趁机想杀小屁孩男，结果小屁孩男打出受伤要被男主角刺死时，莫名其妙男赶来阻止，却意外吃到男主角的血，他这才惊觉原来男主角的灵魂好像也很好吃，他好想要得到男主角。所以你一开始不知道男主角灵魂好吃就抢他灵魂是干嘛？莫名其妙而白茫男也带着男主角撤退了。小屁孩男受伤醒来后，发现他的莫名其妙男似乎有点藐视打出男主角的自己，所以他马上叫感动女载他去找男主角，想再打一次证明给莫名其妙男看自己不是废物。很不老实乖乖承认你是废物就好了啊！果然在路上小屁孩男就伤口裂开要痛死了，所以死神吃饱男也赶来回收他的灵魂。感动女一看就不爽了，休想抢灵魂，于是开始跟吃饱男对打，而小屁孩男趁乱逃走，结果被野狼围住。此时莫名其妙男当然是跳出来救他，小屁孩男好感动，抱着莫名其妙男说爱他，结果莫名其妙男就不开心了，爱上恶魔的灵魂最难吃啊，所以他就不想吃小屁孩男灵魂的，杀了他，把他的灵魂封印到一个戒指上。签了约可以这样随便就毁约杀主人哦。然后他趁男主角跟白茫男分开的一个空档，派人把男主角抓来做改造，他要把小屁孩男的灵魂灌入男主角身上，造成男主角产生错乱，再洗脑他，让他以为自己是小屁孩男，然后跟他签新的恶魔合约，再帮他完成一个任务，这样他就能吃到完美的男主角灵魂了。所以恶魔跟僵尸一样，就是没来由想吃人类就对了，吃的部位不同而已。而白茫男知道后，当然跑来跟莫名其妙男对打，想抢回自己的食物，打一打莫名其妙男就被插死了。此时小屁孩男的灵魂反客为主的抢了男主角的身体，而被封印在自己身体里的男主角灵魂却回想起自己失去的记忆。这时一直没出生的感动女终于出生了，她趁机跟抢着男主角身体的小屁孩男说：我也是恶魔哟，我跟你弟签过契约，他的灵魂在我体内，而我爱上你弟的灵魂，你弟又很爱你，所以你要不要也跟我签契约，完成任务后把灵魂献给我，在我体内跟你弟团圆。而抢着男主角身体的小屁孩男一听果断同意，但他的复仇计划是他要让白茫男跟莫名其妙男都得不到男主角的灵魂，于是感动女就把男主角变成恶魔，因为恶魔吃不了恶魔的灵魂，变恶魔那么容易哦。完成任务后，他也顺利吃掉小屁孩男的灵魂，然后抱着莫名其妙男的尸体自杀殉情了。又是怎样要自杀啊？真的是一直无病呻吟最后白茫男不但吃不了恶魔男主角的灵魂，还因为有跟男主角身体签约的关系，必须要一直当他仆人，从此他们一起浪迹天涯。你就学莫名其妙男随便毁约就好了根本就是一个想被男主角奴役的小贱货吧。反正故事就结束了。看完这个故事，我们明白，如果你觉得你时间很多，吃饱很闲，不晓得要干嘛的话，那你就一直无病呻吟就行了，因为这样真的蛮能浪费时间的哦，科科。